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Seven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这几年一直都在上海工作和生活，经常会跟不上别人的消费习惯。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同事热情地邀请我一起点外卖，说一起吃个三明治。那年我24，三明治58，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贵的三明治。但是你们放心，朋友们，我并不是要讲一个我很穷的话题，因为穷人脱口秀这个赛道太拥挤了，我就不点名了。我是抠门赛道的。我总觉得自己不配花钱享受。我这个同事叫我一起去看演唱会的时候也是，他问我2080的内场和480的山顶想坐哪儿，我说我想做保安，站着还能挣150，但是后来也没真去，因为想了一下，在手机里听也一样，毕竟腾讯 QQ 音乐杜比全景声的音质也很好啊。你们听得出的，我想挣的比150更多一点。我不是天生抠门，是因为从小我家里人喜欢跟我营造那种家里不容易的氛围。我有时候正看电视呢，我妈就突然开始跟我说：“儿子，咱家砸锅卖铁也得送你去补课班。”至于砸锅卖铁吗？不是应该先卖电视吗？就我家没事就砸锅。我上篮球班，我家砸锅；我上英语课，我家砸锅。但是我家锅从来没少过。我说妈妈，咱家这是空气砸锅呀。但小时候没什么判断力，就是大人说什么我就会相信什么。我真的一直以为我家可能挺困难的，我甚至偷偷幻想过，是不是我妈每次送我去完补课班之后，自己都会蹲在角落里吃窝窝头。当时很担心我妈的身体健康，我偷偷去翻了她的体检报告，我妈有脂肪肝，很受震撼。我家怎么穷得流油了？而且我其实隐隐约可以感觉到我家条件可能没有那么困难，可能还行。因为虽然我家里人很少带我去饭店吃饭，但是我家总会莫名出现带有饭店 logo 的纸巾。我当时还以为全聚德和东来顺是心相印的竞品。我问过我妈，妈妈家里为什么有这些饭店里的纸巾？我妈说是进去捡的。我也不明白她怎么吃出脂肪肝了还要骗我。她倒是也确实需要减脂。这个还挺精妙的。但是认真的聊，朋友们，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就你小时候被穷养之后，长大之后是很难富养自己的。我花钱的时候会很有负罪感，我自己赚钱之后想解决这个事儿，我准备狠狠消费一把。我去买了和我最喜欢的 NBA 球星合影的名额。德里克罗斯。有点过气了是吧？2800块钱。我以前从来没花过这种钱，因为这种球星的见面会一般也需要很多保安。刚买的一瞬间很开心，但是等着合影那几天，心里又开始想自己是不是不应该给自己花这么多钱。心里两个小人开始打架，小白人说太贵了别去了，小黑人说一定要合影。这里的黑和白不代表对和错，小白人代表着我的金钱观念，小黑人是德里克罗斯。我后来还是把那个名额给转出去了，因为仔细又想了一下，好像自己最快的事情也不应该值2800。后来又看到那天活动时候罗斯和球迷们的合影，很羡慕，又开始自我反思，就自己怎么能把自己的快乐这么转出去呢？为什么花钱总这么有负罪感？根深蒂固金钱观真的没法改变吗？幸好卖了3200。真的很困扰。我问了也买了那个合影名额的朋友，就是他为什么舍得花这个钱？他说他以前也舍不得，但是他现在有个很灵的办法。他说你可以把那个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。我也没有想到他这个灵是掩耳盗铃，把银行卡的扣款信息关了，很小众的词汇，现在赚钱多不容易。我周围靠谱的朋友们都在那儿研究宏观经济学，研究微观经济学，他关了经济学。
我一直在吐槽我朋友，但是他跟我说你也别光吐槽我啊，你也试一试。我试了，其实有点东西，负罪感真的消失了，存款也不见了。但是认真的说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真的过得更快乐了，因为就把扣款信息关了这个方式，可以让你忘掉自己花掉了什么，而是更在意自己得到了什么，是不是还挺有哲理的？我就是这么劝我妈的。我说妈妈，你把扣款信息关了，你的人生会更快乐的。我妈说你是不是想盗刷我银行卡？咱家不用这样，儿子，你想要啥，妈砸锅卖铁都。我真的比原来更敢花钱了，一方面是那个掩耳盗铃真的很好用，另一方面是也想清楚了一些本质性的道理，就我再怎么攒钱，我也攒不到自己财富自由的那一天。应该对自己好一点。我又打开了外卖软件，准备给自己买那个58块钱的三明治。今年我26，三明治78了。啊，我讲完了，各位朋友们。那我也拍一个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好。感谢大家啊！其实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聊我妈。我妈是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，她是做销售的，卖护肤品，很专业，从微信头像能看出来。红色西装，浓郁彩妆，双手抱胸，最强微商。哎，我妈每天都要发那种很励志的朋友圈，她每天要研究很久。今天早上发了一条，还挺好的，说既要注重内心修炼，也要懂得装饰门面，内在被人看好，外在被夸好看。哇，文本型微商，微商界的孟川。我妈有时候走火入魔了，给我发微信也不叫我女儿了，叫我女人。我前2天我说这轮比赛压力太大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。我妈发来一条说：“女人，你要不断进步，不走弯路，全力以赴，就会很酷。”我说妈，咱别干微商了行吗？你去新说唱吧，比和阿曹强多了。不知道他想了多久，晚上又发来一条，说努力是你的底气，自信是你的资本，微笑是你的标签。我说这一段是我的稿子。虽然我们现在在调侃微商女强人，但我妈真的是白手起家，从一个纺织厂女工做到一个女高管。她现在很厉害，她有自己的团队。我没有见过凝聚力这么强的团队。你像我们讲脱口秀跑上来说大家好，我是山河，你们好吗？观众就给个面子说好，人家那个团队不是好，人家是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来一遍吧，我们来一遍吧，来一遍，这个很解压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绝对有人干，绝对有人干，还知道拍着手。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妈的，我觉得她在工作里面真的闪闪发光。我特别想成为她那样的人。我小时候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去我妈单位，你们懂那种感觉吗？领导的女儿来了，哎呦，那种虚荣心，那种子凭母贵的感觉。所有员工就围着我，什么都没干，开始夸我，说：“哎呀，一看就优秀啊，一看就是当班长的料。上回考多少分啊？58，那也很优秀啦。我们也很喜欢你。”哇，我当时就觉得，难道这就是明星被捧红的感觉吗？有流量但没作品。但我越长大越发现，好像工作里的我妈妈和家庭里的我妈妈不太一样。她前一秒朋友圈刚发完，说：“女人，你最大的靠山不是完美的婚姻，是挣钱的自己。”转头跟我说：“你爸心里绝对没有我了，不爱了。你现在给你爸打电话，你就说我病了起不来了，你让他回来看我。我很讨厌让我在中间传话，我每天过得跟《甄嬛传》的宫女一样。皇上齐嫔又梦魇了，快回来瞧瞧。”次数多了，我爸也不信了，回答跟皇上一模一样，也不痛快就找太医。其实后来我知道了，就是我妈就是想让我爸主动关心她、爱她，她不会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。
我就说那你直接说嘛，你把你工作上的气势拿出来，你每天揪他耳朵，你说每天关心我好不好？他肯定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我妈就算这么优秀了，我爸还是很传统，老在酒桌上抱怨，说你看我这腱鞘炎，都是做家务做的，我们家那口子娶回来没给我洗过衣服做过饭。我说你这腱鞘炎不是打掼蛋打的吗？衣服不是洗衣机洗的吗？你地不是洗地机拖的吗？我爸不高兴了，说你稿子写完了吗？你上那个破节目你挣到钱了吗？我说然后呢？说呀，你继续说呀，你再多说2句我就挣到钱了呀。但更让人生气的是，我妈好像也觉得我爸说的对，她觉得她就是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。那天过后不管多累都要给我们做饭，哎呦拦都拦不住，那个饭做的呀，怎么说呢？那段时间我都瘦了，我特别想吃预制菜。但你别看我现在在台上讲啊，觉得我妈好像不对，对吧？她被规训了，好像显得我女性意识很强，怎么没有？其实我之前是很受这种思想影响的。我身边任何的女性，包括我们家所有的长辈女生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女性意识，你要独立的，没有。我原来是很相信我妈的，我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啊，她就说女人嘛啊，最厉害的就是在外面能挣钱，回家也能照顾家，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女孩就是仙女棒，变大变小变漂亮。但自从我来了这个舞台，看到这些脱口秀女演员，我才知道好像女生不是那样的。我第一次见王大刀的时候，我没敢跟她说话，她不是仙女棒，她是金箍棒。我妈真的很在意女孩的外貌，每次看我的节目都说你看你胖的啊，你要知道形象走在能力前，好看是最重要的。布姐说你快吃吧，这裂开的烤肠是最香的。而且不怕丢人啊，真的不嫌丢人。我之前一谈恋爱，跟我妈那个死出一模一样，每天见我闺蜜就一个话题，聊男人。哎呦，她怎么不回我了？我该怎么让她回我呀？我要不再给她花点钱吧？闺蜜说你别说话了，你看看病吧，怎么恋爱脑是走不了医保吗？如果哪个国家恋爱脑能走医保，都是因为你破产。怎么国破山河在是这个意思是吗？我很感谢他们啊，让我有一种归训未遂的感觉。真的，前2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说，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也没有男朋友，没有个依靠，这样妈不工作了，妈过来照顾你，给你做做饭什么的。我说嘿，hold on，不用。我带她去迪士尼玩了，我想让她做自己快乐一点。我没有想到我妈50多岁第一次坐过山车，一点都不害怕，在最高点2个手伸上去了。哇，我当时她那个背影给我4个字：大展宏图。我真的很替她开心。她下来也说哇，好久没有这么释放过了。又突然跟我说哎呦，你不能学我，你这样找不到男朋友啊，你要装害怕，你要示弱啊，男人喜欢这样的。我说如果一个男人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坐过山车不害怕的话，那我有点害怕这个男人了。我妈又来那一套，说那女人就是这样吗？外面是大女人，回家是小女人，这才是完美的女人。我说这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这哪是完美的女人，这是漫威的蚁人。我妈说那我怎么办？那我就在家跟在外面一样吗？都当母老虎，孩子也不管了，家务也不干了啊，不顾家光顾着挣钱。你觉得这样女人好吗？我说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山河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丽 ，Hello。第1期节目播出之后，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烦恼。其实烦恼就跟青春一样，我曾经有过。我现在已经不年轻了，但我身边有很多年轻的朋友。前几天有个朋友拿手机给我看，他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网上好多好评都在夸你。”我不好意思跟他说，我已经看不清了。是的，我开始老花了，但这都还好。我最大的困扰就是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，别人会误以为我是他妈。有一次我跟朋友逛街，过来一个发传单的跟我说：“阿姨，你女儿好漂亮啊。”我说：“啊，你刚刚是不是捅了我一刀？”还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旅行，办入住的时候，前台说：“你跟你女儿住一间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是她妈，我们都不是一个姓。”说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跟我妈也不是一个姓。
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要证明我不是他妈真的很难。后来为了应对这种情况，我跟年轻的朋友出去，我都会刻意打扮一下。有一次我打扮得特别漂亮，跟朋友出去逛街买衣服，店员跟我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妈还挺时髦。”就这些事情搞得我特别敏感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我都会有过激反应。有一次，我跟一个男性朋友去花鸟鱼虫市场看金鱼，他在这边，我在这边。老板说：“你儿子还挺喜欢金鱼的。”我当时那个火一下就冒出来了。我说：“他不是我儿子，他都已经30多了，我怎么生得出来这么大的儿子？”老板当时吓坏了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然后我一低头，发现旁边蹲了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。我一下清醒了，我刚刚是不是疯了？太尴尬了，我领着小男孩就走了。为什么呀？没有开玩笑的，我是自己走的，都没叫我朋友。还有一次跟朋友坐地铁，有个小伙子起来给我让座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给我让座？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他妈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到了。”莫名其妙。这些事情真的很困扰我，我甚至去咨询了医美。工作人员说我需要改善泪沟、法令纹、抬头纹、鱼尾纹、毛孔粗大、苹果肌下垂、脸垮。我越听脸越垮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让人不开心的词汇？他说：“你知道做什么可以改善这些吗？”我说：“我知道啊，离开你。”可能做医美真的有用，但我觉得做人不能光顾着自己，不考虑别人的感受。你们想一想，要是我这个年纪了还年轻漂亮，那别人的压力得有多大？我真的是为了别人一直在坚持脸垮。我真的太伟大了。我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关心着别人的心理健康。你们赞美那些好看的，你们也应该赞美我呀。你们看到好看的，你们说哇，姐姐好有少女感。你们看到我就应该说哇，姐姐好有责任感。然后我决定不做医美，我要自然老去。我希望别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我不年轻了，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。毕竟我出生的时候，香港还没有回归，苏联还没有解体，中国还没有医美。这次上节目，服装师给我搭配衣服，他说这边留一点可以显腰细，V领可以显脖子长，衣服拉出来一点可以挡住小肚子。我说啊，那我不是所有的缺点都被挡住了吗？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一个45岁的女人还脖子长腰细没有小肚子，那我还怎么体现我的责任感？这样吧，脖子我可以妥协，但小肚子总得让我展示一下吧。这衣服是我上台前自己塞进去的。服装师还给我建议说，他说你上节目还是得穿内衣，这样可以收副乳。我说什么是副乳？他就这样比划了几下。我说哦，这不就是腋下的肉吗？叫什么副乳？怎么让人不开心的词汇又多了一个？这些词汇能不能消失啊？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珍稀动物消失，为什么该消失的不消失？能不能拿副乳把孟马象换回来呀？我前两天看节目卡段，发现自己好好看，好看到我都有点愧疚，我是不是没尽到责任啊？我年轻的时候没有泪沟、鱼尾纹、苹果肌下垂，但那个时候我却觉得自己不好看。直到前2天整理照片，我才发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个美女。我当时怎么不知道呢？
为什么人在最美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美呢？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。这句话我不同意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反应慢的女人。就看你什么时候承认自己美，也许是现在，也许是20年以后。我说了这么多，肯定有人还是不承认自己美。干嘛呀？明明大家都很美，就是打死不认。这样吧，我先带个头，我是美女，我认了。我也劝大家一句，放弃抵抗吧，早晚都得认。认了你就轻松了。再有人拿出什么超声炮、热玛吉、黄金微针这些刑具出来，你就说我是美女，我不需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丽。280、290，来劲儿了！这个下来的人可不好打呀。哥几个准备吧，阎王点名了，他们开始动起来了。1楼、2楼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浩，欢迎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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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看过我演出的观众，可能知道我在舞台上还挺蹦蹦跳跳的哈，但其实我生活里边是一个没有那么自信，比较容易觉得羞耻的人。这个赛段很激烈，我豁出去了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的羞耻时刻，可以吗？可不可以吗？可以。比方说，我很长一段时间会因为我的口音羞耻，因为有一个朋友说，你说一句四川话就把奢侈品喊出了路边摊的感觉，我当时就说了一句，我想买个香奈儿。对不起，毁了大家心目中这个品牌啊！所有观众晚上睡前都会飘过来一句香奈儿。我也会因为我自己脸上很多痣感到羞耻，从小就很羞耻，我脸上痣特别多，一共14颗，又脏又乱，都没有长在好看的地方。有多乱？我小时候曾经试图一笔把它们连起来，是一个 biang biang 面的 biang 字。最早嘴角有个很大的肉痣，开刀取掉的。我从小很自卑，我从来拍照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想挡一下，我想挡一下。我们班主任觉得这个小孩3年级这种油腻了啊，没有，我就想挡一下啊。所以我后来看到一个男生如果拍照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知道他的人中肯定不干净。这个梗还挺傻的啊，2楼可看一下啊。我是前年去泰国旅游的时候，顺带把脸上的痣给取了。回国恢复好以后，我马上请那个最好的发小吃饭。大家能够理解我的那种凶心吗？对吧？我希望我哥们儿一见我就是哇哦，蒋浩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举完之后哇哦，吃了1个多小时，他完全没有看出来。我取了14颗痣啊，给我急的。我说你离我坐近一点，你仔细看看我。我蒋浩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。我说不是，你没看出来我少了点什么吗？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泰国。我取痣去了，羞耻。我之前去学个爵士舞，我也觉得很羞耻，因为这帮演员朋友知道我要去学跳舞，他们要组团去看。他们看我跳完说我跳舞掉针。又夸我的，又夸我的，又夸我的，说我跳舞像小佳。我说你闭嘴吧，小佳。后来才发现学爵士舞其实挺费钱的，买舞蹈课花了50，买他们手里拍的视频花了300。羞耻！我有一个事情最羞耻，从来没有敢在舞台上讲过。就很多年前，我曾经被一个制片人指着鼻子呛说：“贾浩，你长相太一般了，不会有观众喜欢你的。而且你贾浩这个艺名太难听了。”我都没敢告诉他是真名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听我爸妈说，当时起名字就2个选项，一个叫贾浩，一个叫贾自强。自强这个名字其实还可以，但我姓贾呀。哎，
为贾自强，你不如叫我真堕落啊！最近一次羞耻是前段时间出差坐飞机，我当时左边坐了个男生，右边坐了个女生，飞了一会儿，那个女孩子靠着我肩膀睡着了，我当时很不好意思，很紧张，不敢动，怕吵到她休息。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左边的男生也靠着我肩膀睡着了。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 How dare you！ 你妈有没有教过你什么叫做边界感？别人姑娘缺教，你缺教育啊！我好嫌弃，我恨不得左肩膀卸下来放到右边啊！大家都知道，你要温和的表达嫌弃，你想强势一点就嘿，你想先礼后兵的话，你就嘿。那哥们儿没有反应，我就没有再教他，我轻轻挪了一下我的肩膀，他就醒了，因为我学过爵士舞嘛。二楼的朋友，那哥们儿说怎么了？我说气流颠簸。他不知道这个颠簸其实很难的，因为你要保持右肩平稳，姑娘在睡觉嘛。你的左肩要不断的颠簸，很难的，是我花了350学来的啊。而且当时那个场景必须把他摇醒了，因为一左一右靠着我睡着的时候，空姐走过来了，我好羞耻啊！我从空姐的笑里边读到了疑惑、释然和我懂的。我就在想，这个场景但凡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营销号一加工起个什么标题，震惊万米高空，贾浩居中，谱写脱口秀燃冬。关键这个男的我不认识他，为什么靠着我睡着了？除非这个男的是周杰伦。哎，如果杰伦靠着我左肩膀睡着了，我会冲着右边的姑娘，嘿。周杰伦坐旁边你都睡得着，但如果右边坐的是刘亦菲，我会把杰伦摇醒，来唱个可爱女人。本来这个段子到这里，但之前有个演员专门告诉我说，浩哥你这个段子有逻辑漏洞，有没有可能周杰伦和刘亦菲只坐头等舱啊？给我气的，我有没有可能我坐的也是头等舱啊？他都没有冒犯的意思，头等舱没有3个人。你做过就知道了啊！你这个刚好可以写段子。你看，在所有脱口秀演员眼里，你的羞耻、难过、尴尬都是素材。失恋了，好素材；裁员了，好素材；股市崩了，天降素材；残疾了，顶级素材。所有最坏的安排都是最好的素材。所以天将降大任于脱口秀演员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这就已经能写2篇稿子了。然后再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这就4篇稿子能进半决赛了，红了。然后有的人行拂乱其所为，塌房了。而且哪怕你说一句说，哎呀，这些素材我不想讲，他们一句话就能说服你，你不讲我可以讲吗？之前我的好朋友何广智踢球韧带断了，躺床上最颓废打不起精神的时候，我3个字就让他打起了精神，我说你写吗？他当时就站起来了，他3个字也让我打起了精神，他说贾自强。所以你看这些羞耻说出来大家笑一笑，我们心里的羞耻也会消解很多，好像翻篇啊。所以我讲脱口秀8年了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羞耻是脱口秀不能去回应的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让我有机会再回去看到那个制片人，他再对我说贾浩你这个长相太一般了，我会说那你是没见过其他人。他再说贾浩你这个艺名太难听了，我会说我说话还不好听呢，香奈儿。他再说没有观众会喜欢你的，我会说会有的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贾浩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志胜。
给大家聊一下，其实上一轮我表现不好，差点淘汰，很凶险。要不是有黑幕，就真的淘汰了。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接受3轮淘汰，但我这比到第4轮，发现连小块都还在，我还是得在呀。上一轮啊，小组赛3v3，我们组就想着田忌赛马，就先派出了下等马小块，麻痹一下对手。结果下等马超常发挥，赢了60多票。我和我另外一个队友自信满满上去，输了70多票。都怪小块激怒了对手。我和另外一个队友迷惑住了对手，他们打完都没找到我们的上等马，对手都懵了，说怎么下等马下面还有马呀？太棒了！观众也很懵，觉得智胜怎么会讲成这样？因为还是能天天都能刷到智胜去开房门的嘴泡的。这就跟上学的时候，你能理解一个人考30分，但你不能理解他天天熬夜学习考30分。那些嘴炮的观众们也都很善良，但是字里行间你也知道他是啥意思。就嘴炮下边还有人问说智胜好不好笑呀？观众说智胜站在那儿就很好笑了。还有人追问说那段子了，说哎呀看见智胜就够了。观众看我的心理就跟我妈看我是一样的，就她看我在节目里讲脱口秀，其实也不懂这孩子在干嘛，但看着就是开心。但我每过年回家，只要待超过3天，我也没干啥，她看见我就开始生气。我妈就不适合看线下。而且她还老是想知道网友都是咋评价我。当时我不是演那个戏嘛，不是有很多评价嘛。但他不认字儿，他就让我爸把那些评论都念给他。我爸也老实，就给他说网上都说咱儿子台词不好，说话有口音。我妈真的听完很着急，给我打电话说儿子，我觉得你台词没啥问题，我全都听懂了。我觉得他们都有口音，就你没口音。我能这么快乐，真的是因为我有个不内耗的妈妈。我现在来上海，我妈就很关注上海，经常看网上的消息。她也不知道真假，跟我说听说在上海得天天喝咖啡才能落户。跟我说这落户也太难了，啥人能天天喝到咖啡？我说打工人。因为我妈就觉得咖啡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。小时候我家亲戚给我家送了一罐咖啡，我妈那平时都不舍得给我喝，那都是我感冒的时候才给我喝，效果特别好，病是一点没好，但人可精神了。医生当时还说生病了就得多休息，我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呀。我现在也不喝咖啡，我还给我妈开玩笑，我说这都是原生家庭造成的。我妈听完这想了半天，说啥叫原生家庭呀？我还得给她解释，我说就是家庭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伤害啥的。我妈就急眼了，说我生你还生错了呗？我说不是，你是养我的时候没养好。她说那没养好你咋长这么大的？我说妈，刚刚这个就叫原生家庭。真的一般聊原生家庭都说上一辈有问题嘛，我妈说你不是上一辈有问题，你是上一辈子有问题，你投胎没投好，你赖谁呀？我都急了，我说我这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是原生阎王有问题啊。原生阎王什么东西？而且我妈也不管这些什么新鲜词儿，什么哀人、艺人、农人、蛋人，在我妈眼里，在地里干活的就是哀人，骂骂咧咧干活的那就是艺人。农人蛋人在我妈那里也很好区分，下地里种的就是农人，去鸡窝里掏的就是蛋人。我妈跟我说什么哀人艺人，嘴长你身上，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就不说。
很简单的道理，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懂。我经常一个人走路的时候，有人过来合影，说没想到你私底下这么安静。我走个路能怎么不安静？我边走边给自己导航，前方50米左转。我觉得那些觉得艺人就该时时刻刻活跃的，就该学学我妈，要么学学英语。学过英语就会知道，艺有时候可以不发音。真的，参加这个比赛也是，我妈说比好比坏跟种地似的，都有收成好、收成不好的时候。但最重要的就是该下地下地，地不能让它荒了，地只要不荒，你就能一直当一个脱口秀农人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志胜。等起来了，等起来了。哎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侯志源，我就是刚才志胜说的另一个队友啊，一起输了70多分，很焦虑。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，我平时喜欢刷短视频来缓解焦虑，但我发现有些短视频，它标签写的是对抗焦虑，但你看完更焦虑了。起一个标题叫什么“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”，整个视频就在介绍他的名校经历、大厂工作、环球旅行。视频结尾他跳出来跟大家说：“其实这些不重要，做你自己就很好。”说实话，刷到他之前，我只是单纯的焦虑，刷完直接崩溃。整个视频翻译过来就是“我过得很好”。所以你别焦虑，我焦虑是怕你过得不好吗？谁会看到别人过得好就自己开心了？范仲淹吗？只有他后天下之乐而乐。哎，每次看到这种精英博主的视频，我是真难受，因为他们报喜不报忧，这不是给爹妈打电话的思路吗？咱也没到那层关系。我说你是一点忧都没有吗？真正的精英不是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吗？你多少给我报点忧呢？我就爱听这个 I love you。 关键我一直点击不感兴趣，选择原因是内容引起不适，平台还是给我推，感觉这是他们新出的功能，叫猜你膈应。我不爱看这些，是因为我总忍不住跟他们比较，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我爸妈小时候就一直让我跟别人家小孩比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看看人家。我中考失利了，看看人家；高考失利了，看看人家。直到我考研去了北大。是，我觉得终于可以不用出去看看人家了，可以回去看看家人了。但是我发现学校里更逃不开跟人比较，我以为北大是我的世外桃源，没想到桃源深处有人家。哦，这个好。我在我的本科复兴矿业学院就算是一个聪明的人，跟北大的同学一比，算是一个聪明的猴。我缺的都不是文化，是进化。北大有些课程是全英文授课的，跟不上。我能听懂一点，但不会说；我能接收信息，但传递不了信息。我的英文水平有很强的保密性，就感觉我是老师的好闺蜜，无论她告诉我什么，我都不会说出去啊。哎，有的时候听都听不懂了，但也不好意思问啊。当然我也不会问啊，我只能四处观望，想找另一个猴。突然跟我同桌眼神对上，我都要感动哭了。我赶紧过去问他，我说这讲的啥呀？他说对呀，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？我决定换一批同学，比上不足，咱就比下有余。我决定去蹭大一本科生的课程，不是很顺利，属于降维被打击。我去听的是大一的计算机基础课，那个大一的教室里坐的都是各省的高考状元和我。
我们分别来自光华管理学院、信息科技学院和复兴矿业学院。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老师讲的第一个知识点，居然是电脑的开关机，给我听懵了。我说这不是网管的技术吗？老师的解释很感人，他说因为有很多孩子是从山里考上来的，这堂课有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电脑。既然我们叫计算机基础课，就要从基础讲起。给我听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太震撼了。我没想到北大状元不过如此。听完我就决定逃课，走之前还跟我同桌说，我说这讲的不是学过了吗？这讲的。连续逃了好几节课啊，因为鼠标我也会用，打字也很熟练，一直到了期中我才去听第2节课，已经讲到人工智能了。这是什么学习速度啊？开学刚走出大山，半个学期走进硅谷了。我感觉一堂课下来，我们班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工，他们负责智能，我负责人工。毕业我就去当网管，因为我就学过开关机。学不过，我想那我就比玩啊！我有兴趣爱好，我爱爬山，我曾经登上过第1高峰啊，阜新第1高峰啊，叫乌兰木图山，海拔831米。咨询报名北大的登山社团，说现在报名可以参与寒假活动，攀登可可赛级门峰，海拔6178米。我强装镇定问我说有缆车吗？我没想到社团活动我也跟不上，我不死心问了一下明年的寒假活动是登珠峰。我说按这个强度，你们后年是不是要登月？这怎么不从基础开始教了？你不考虑山里来的孩子了吗？他们老家的山难道叫喜马拉雅山？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到他们开始全英文登山。这帮小天才到了山顶，突然掏出电脑，开始学习计算机技术，看着周围飘过的云层，一拍脑门，哎呀，我学会了云计算。精神已经不太正常了，能看出来，因为我学不明白，也玩不过，感觉心里很受挫，我就打电话预约校医院的心理咨询。老师跟我说，心理咨询要排到2个月以后了，因为现在大一入学的新生差不多都得抑郁症了。我真是服了，怎么得抑郁症的速度也比我快啊？这是真精英啊！先天下之忧而忧了 ，I hate you。读研期间处处受挫，没有任何存在感。我从学校带走的只有毕业证、学位证和抑郁症，找工作也不顺利。朋友劝我做自媒体，说我好歹有个学历。我说我这个状态能给人家分享啥呀？他说你得包装啊，谁知道你实际啥样？你先发个帖子试试呗，标题就叫那个北大高能量男孩的一天。我不想欺骗自己，我说比不过就比不过吧，焦虑就焦虑吧，因为其实这些不重要，做我自己就很好。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不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军，大家好。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下雨吗？哎呦，吓得我一出门就想跟人聊天气，一个陕西人搞得跟英国人一样。其实我不喜欢下雨，因为小时候我家一直住的是平房，只要下雨就漏水，而且一下雨我妈就对我爸骂骂咧咧。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不喜欢下雨，我妈不喜欢我爸。一到雨天，我妈就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放地上去接，你听多了都能区分出他们接水时的区别。啪是盆儿，咣是碗，啊是我踩翻了盆，我妈打我的声音。那种雨声我很难听，但现在说是叫白噪音了，可以助眠。我用不了啊，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是4D 的雨景房，不会越听越放松的，会很紧张，但又不敢睁开眼，怕一睁眼天花板给我滴眼药水，又怕闭着眼睛真睡着了，被子从3斤变5斤了。
当时家里漏雨太严重了，我就发誓我长大以后绝对不住别墅，我做到了。小时候最怕那种雷阵雨了，这个时候我爸会着急忙慌的抱着一捆塑料布，扛个梯子让我帮忙。哎呦，给我爸扶梯子简直是我的童年噩梦，太紧张了。不知道为啥，我爸老穿拖鞋去爬梯子，老做那种打滑的动作。他每滑一下，我的心就揪一下。我站那儿都开始胡思乱想了。我说：“哎呦，如果我要是滑倒了，把梯子铲飞，我爸不就被我发射出去了？哎呦，那可不行！我想保护好他，我甚至把我的脚趾头从拖鞋里面伸出来去抠地，根本抠不住。我越用力，那个脚就越滑。有一次使劲一蹬，拖鞋都变脚腕了。抬头想看看我爸伟岸的背影，没有，只有个屁股。看我爸哆哆嗦嗦上梯子，还挺感动的。哦，父爱如豚，为我遮风挡雨。正想呢，我爸突然说：“来，你也上来。”然后我就看见我爸用2个手指头捏住那个梯子，他在假装扶着，嘴里的烟都没舍得掐。这也太心大了！我一边爬梯子一边想，不是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吗？我妈怎么还不嫁人呀？上去之后跟我爸好不容易把那个防雨布铺好，第2天雨一停，我爸又说：“走，上屋顶。”我说：“怎么又去啊？”我爸说：“太阳把防雨布晒坏，下次没法用了，走，上屋顶。”所以我不爱听周杰伦的屋顶。什么在屋顶唱着，不可能，周杰伦没上过我家的屋顶，他上去一点唱歌的心情都没有了。因为我家的屋顶上面很脏，有大风刮来的垃圾，有一个坏的太阳能热水器，还能看到有钱邻居家的2楼。雨天还要撑着一个破伞去学校。有一次大风把我伞都吹跑了，但我依然这么举着走。旁边的人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不管，就这么走。有时候啊，只要你足够坚定，别人就会怀疑自己。对，我就这么抽象。我跟你说，穷人家的孩子早抽象。到了教室，书包都湿透了，把作业本掏出来，纸都粘成一坨了，打不开，很绝望。老师问：“你作业写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写了，但你看不见。”老师感觉我在嚣张，说：“那你再写一遍。”我说：“铅笔受潮，写不出来。”他说：“你再这样，我就要叫你妈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伞在我这儿，他来不了。”所以在老师眼里，我们这一家人啊，穷横的。我那会儿唯一跟外面世界的链接就是看电视。我爸给平房顶上装了一个铁圆形的电视接收器，如果一刮风，电视就会串台，一下雨就没信号。我每天写完作业最期待的就是蹲在电视机前等老天爷上台看。但是一到刮风下雨，那个电视机里的人就会变形。有一次我看的海尔兄弟是3胞胎。我最崩溃的是看《还珠格格》大结局那一天，紫薇跟小燕子不上错花轿了吗？尔康掀开盖头一看是小燕子，哎呦，我家电视滋啦开始响，我赶紧喊，我说：“爸，快上屋顶！”我爸好厉害啊，他上去捣鼓一会儿，直接挑出3个字：全剧终。我说：“啊，尔康娶了小燕子。”我当时天都塌了。我能理解爱情是痛苦的，但是再痛苦也不能乱来吧。后来看《情深深雨蒙蒙》，何书桓和依萍在雨中亲吻的时候，我一下就敏感了，我太懂依萍的心情了。你说下雨天他俩为啥去路口亲呀？因为依萍家住的也是平房，依萍不好意思让书桓去他家，我懂。如果是我，我也把他带外面。你说这种漏雨的家，你怎么把他带回去谈恋爱呀？啊，人家刚一进门坐沙发上，哎，屁股湿了，刚跳起来盆踩翻了，啊，有点尴尬，想逃离现场。刚一出去，我爸扛个梯子走上屋顶。看到这儿，我就在想，住这种漏雨的家就不要谈恋爱了。对哦，我本来就不能谈恋爱，当时我才6年级。确实，当时有一个喜欢的男孩，我俩一起约好上下学，但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家在哪儿，我就告诉了他一个假地址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要早起半个小时，先骑自行车去一个假的家门口等他，然后一起去学校，放学跟他一起先回到假的家，我再骑回来。坚持了1个月，我就扛不住了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有2个家的人好累呀。
有一次下雨在家很烦，我就说：“哎呦，讨厌死雨了！我希望永远都不要下雨。”我爸听见，噌站起来教育我：“胡说，春雨贵如油，多少农民等这场雨呢？你懂不懂啊？”我说：“春雨有多贵？拿盆接满可以给我换个新电视吗？”我爸说：“你再顶嘴，我就把电视机关了啊！”切，威胁不到我。下雨天本来就没信号。所以雨天在我的印象里就是狼狈、尴尬，想不到什么美好的词儿。后来我家已经不住那种漏雨的房子了，但我还是很难再去喜欢雨天。就像有人一下雨腿就会犯风湿一样啊，生理反应。我也是，一下雨腿就难受，我想爬高。长大以后我才发现了一个很残忍的真相，其实我家在西北，雨水并不多啊，那为什么我的童年记忆里一直在下雨呀？因为每一场雨，我都实实在在的淋到了。等后来我有了女儿，她不一样，她非常喜欢下雨。有一次雨天，她穿着很可爱的小靴子，打着卡通伞，很开心的在雨里跳。哎呦，我看着她的时候就想，你的童年，我的童年还好不一样啊。她一边踩水很正开心呢，突然又很失落，说：“妈妈，玩不了了，我还得写作业呢。”我顺手就把书包扔到了雨里。我说：“玩去吧，妈妈有办法。”谢谢你们，我是魏云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挺感人的，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么柔弱的一面。